若曦和敏敏的命运居然被调换了。若曦作为康熙的大宫女去蒙古做客时，结识了敢爱敢恨的敏敏格格，二人因为相似的脾气很快就成了好友。但当时的康熙去蒙古可不是单纯度假的，他的真实目的其实就是和亲。但他有许多阿哥，瓜尔佳王爷却只有一女。敏敏作为老王爷的眼珠子，他自是不愿小女远嫁，所以便想将女儿嫁给左英王子。但敏敏没有看懂这些算计，甚至还痴迷上了13阿哥。但可惜妾有情郎无意，这狠狠地伤了敏敏一次。若曦不愿好友沉浸在悲伤之中，更是深知在紫禁城生存的艰辛，所以为敏敏策划了一场红梅舞，劝她忘掉13。这场红梅舞很成功，以至于后来13看到红梅就想到了她。但在献舞结束后，蒙古王爷却送给了若曦一块玉，还说这本是为敏敏的姐姐准备的，但可惜她早早的走了。若曦深知玉佩的贵重，所以几番推辞，但终究还是收了下来。不过王爷此玉可不是单单因为喜欢若曦，里面藏着他更深的算计。和亲是维持关系最好的方法，所以尽管敏敏嫁给了左英，大清和蒙古之间依然需要用联姻巩固联盟。为此蒙古王爷找了若曦作为敏敏的替身，他将本应属于敏敏姐姐的玉佩赠予，就是当众宣布若曦和自己的亲生女儿是一样的，蒙古会是他的后盾。而康熙授意若曦收下，其实也是他接受了王爷的提议，让敏敏留在草原，让若曦联姻皇子。四爷自然是明白二人的意思，所以也偷偷的暗示过若曦，让她不要被卷入这场风波，但可惜若曦没有听懂。所以在康熙一行人班师回朝后，敏敏哥哥进宫后，当着太子的面言语中将若曦当做了自己的亲妹，而正是因此让太子看到了若曦的价值，为此他去向皇上请求赐婚。也是因为48联手害得老二失势，所以才没有得逞，若曦才得以安全一阵。为什么若曦的万人迷光环到了老九那里就失效了？步步惊心中，基本上所有人都喜欢若曦，甚至一开始与她针锋相对的明玉格格都渐渐的同若曦处成了朋友。但遇到九爷，若曦的万人迷光环像是失效了一般，老九对她的厌恶一直是不稀罕掩饰的，哪怕自己的好兄弟八爷对若曦情深一片，他也不给人一个好脸色，甚至经常性的冷嘲热讽，散发恶意。其实老九和若曦最初的相处还算和谐，当时若曦刚传来，在院中大声感慨，这话却被九爷十爷听到了，甚至老九还感叹这个小丫头有趣，说起话来一点都不像个小姑娘。此时的若曦对各种礼仪并不熟悉，所以面对两位阿哥只是点了点头。但九阿哥并没有责怪他，相反看向他的眼中带着赞赏，因此可知老九对若曦的初印象还是很好的。但为啥最后两人却成了死对头了呢？九爷对若曦态度的转折点是在太子第一次被废后，那时众皇子跃跃欲试，都想将东宫之位收入囊中，虎视眈眈的八爷党自然也不会放过这个机会，为了太子之位用尽手段。但老八是个理智的人，他明白自己皇阿玛对废太子深厚的感情，所以为了保险，他就想知道皇上与二哥的聊天内容。但这次聊天是小群私聊，知道内容的不过就是皇上、太子、李德全以及若曦。李德全跟随皇上多年，最是忠心，所以八爷党便把目光放到了若曦身上。九爷觉得若曦出身八爷府，在争储一事上自会是他们的助力，所以找到他询问内容。但若曦深知背叛皇上的下场，所以三缄其口。而因为不知皇上心意，八爷党此次元气大伤，由此九爷恨上了若曦。至此之后，若曦做啥老九都看不惯，并且在九爷心中，若曦抢了玉坛的位子。他对玉坛对自己的感情十分清楚，所以更明白玉坛永远不会背叛自己。因此老九在玉坛身上下了大心血，将他调教的聪明伶俐，送到御前探听消息。但若曦的出现打乱了他的计划，因为若曦的蕙质兰心，玉坛被衬托得平平无奇。但他顶替自己人成了御前红人就算了，还不愿意替自己办事，这叫老九如何不恨？若曦爱上姐夫，其实才是最虐的部分。
要说步步惊心中争议最大的部分，绝对是若曦一个现代人，为啥还会爱上自己的姐夫呢？毕竟这个现代，那是会被人一口一个唾沫星子骂死的。但看过原著，才明白为啥他会爱上八爷。若曦穿越到清朝后，没过多久便遇到了姐夫八阿哥。此时的若曦才13岁，但老八已经23了，甚至明慧和若兰也早就入府了。八阿哥和八福晋就像是商业联姻，而让他一眼惊艳的若兰，却因青山对他一直是淡淡的。所以在八爷第一次见到若曦时，因他与若兰的相似而愣神，之后更是被她的明媚活泼而深深吸引。几个月后，若曦作为现代人的价值观第一次受到了冲击。她知道十阿哥并不爱名誉，但皇上的一道圣旨便将相看两厌的人绑在了一起。她开始对这个陌生的世界感到恐惧，开始变得胆小懦弱，之后便大病了1个月，病好后却开始渐渐地接受这个世界。若曦刚传来时，也曾坚定地相信过独立自主，但如今无论她如何骗自己，都无法相信了。她开始渐渐地被这个时代驯化，而在她开始认同这个时代后，才有了巴西名场面雪中散步。若曦不小心摔倒，八阿哥扶住了她，顺便两人还牵了手。但在原著中，若曦对八爷的行为是挣扎过的，甚至是挣扎了很多下，但挣扎不开，只能随他去了，并没有剧版的深情对视、暧昧气氛。此刻虽然若曦搁八爷府上已经住了半年多，但对他根本就没有其他方面的想法。但老八却已经起了求娶若曦的念头，甚至把准备给若兰的凤血手镯给了若曦。而八爷的频繁纠缠，也让若曦的想法开始松动。在这个权力至上的时代，自己很有可能随时被指婚给一个陌生人，相比之下，八阿哥好似是一种好选择。而且他也知道姐姐真正爱的人不是八爷。之后若曦进宫做了宫女，八阿哥依然对她穷追不舍。3年以来，若曦并没有给过八爷什么回应，直到第4年秋，若曦随康熙草原出行，在学骑马时被八爷所救，她才第一次动心，同意了八阿哥的追求。此刻距离若曦穿越而来已过了5年，这5年里，她从现代带来的价值观早就被封建的时代冲击得稀巴烂。此刻的若曦已经快完成自我的驯化了，这里的一切都与她穿越之前学到的不同。她不喜却无力改变，只能看着自己一点点的沉沦在时代当中，挣扎不得。